好了，上一集我们聊到怎么在地表上重新找到了文明发展的燃料。那今天呢，有了燃料，我们就要做下一步了，冲出这个重力井。所以欢迎大家回来，我们极限返航系列正式进入第二阶段，轨道扩张。这句话我觉得完美捕捉了我们今天的主题。你知道吗？留在地球等待，最终就只能迎来内卷的终局。唯一的出路就是带着我们新发现的能量，冲出重力井，到星际空间里去寻找那一道全新的生机。当进入太空的成本正以100倍甚至1000倍的速度暴跌时，我们面对的就绝对不只是科技的进步而已了。我们正在亲眼见证的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场资产搬迁，一场价值从地表到轨道的根本性的大转移。好的，那我们来深入聊一下，为什么说2026年会是一个关键的分水岭？答案并不是因为又有一艘更厉害的火箭出现了，而是因为一个全新的经济智能者的诞生。这就是星舰效应，一场即将在太空时代上演的货柜革命。这个对比非常非常关键。过去几十年发射成本实在是太贵了，所以所有要送上太空的东西都必须追求所谓的极致小型化，每一公克都要算得清清楚楚。但星舰呢，它彻底颠覆了这个逻辑，它带来的是前所未有的大规模载重能力，质量突然之间从最大的限制变成了最大的优势。所以你看，这里的重点已经不仅仅是运输成本下降了，这是一次生产力坐标的根本转移。当你可以在轨道上部署重型工业设备时，这就意味着人类是第一次具备了在轨道上进行大规模工业化生产的能力。这张图就很清楚了，到底哪些产业会被彻底改变？你想想看，那些在地球上被高昂电费、环保法规，甚至被重力本身给限制住的产业，比方说需要极度纯净环境的高纯度材料合成，制造完美的光纤，或是开发复杂的生物制药，现在它们都可以在轨道的真空跟微重力环境中蓬勃发展，生产的最佳地点已经不再是地球了。好，让我们把视角拉到下一个重点，看看这片全新的领土是如何被开辟出来的。我们现在要讨论的已经不是火箭了，而是地产。轨道本身正在变成一种极其宝贵的资产类别。我们可以这么定义，第一地球轨道，也就是 LEO， 它就是全世界最昂贵的隐形房地产。你看，比较远的那个地球静止轨道GEO， 因为能跟地球自转同步，早就被通讯卫星挤爆了。所以现在经济跟战略的主战场已经转移到了更广阔的低轨道。这里的游戏规则就跟大航海时代一样简单，占领，然后垄断。在旧世界里，我们全球99%的数据都得依赖铺在海床上的那些光纤电缆。这套系统虽然效率很高，但它有着物理上的脆弱性，而且本质上是二维的，被地理跟政治牢牢地绑在地面上。但新世界就不一样了。这张图有趣的地方就在于，它展示了一个全新的数据传输层。一个由成千上万颗卫星透过所谓的星链雷射，也就是卫星之间用雷射光速直接沟通所组成的全球网格。这套系统是彻底绕过了地面基础设施，在地球上空建立了一条独立的数据高速公路。好，那问题来了，当数据的传输再也不需要控到海床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这意味着过去那些靠着控制海峡、掌握海底电缆登陆点来收取地缘政治过路费的国家，他们最大的筹码瞬间就没了。全球数据流动的主导权正在从地表向上转移到太空。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这个概念的终极演变——轨道数据中心。如果说上一集我们还在地球上找资产避风港，那么现在我们将见证终极避风港的诞生。
你想象一下，一个在轨道上运行的云端伺服器，它不受任何单一国家的法律管辖，它也免于地面上任何战争跟冲突的波及，它甚至不需要依赖地球上的任何电网，因为它有自己的太阳能板。这就是我们在寻找的数位主权的最高形式。当你的数据在物理上存在于所有国家的领土之外时，你就成了你自己数据的绝对主权国。在太空里，物理位置就决定了绝对的自由。所以关键点就在这里，这种基础设施，它提供了一种在物理层面上无法被审查也无法被控制的资本庇护所。这可以说是这个世纪你能找到的最强大的抗审查资产，一种真正超越了地缘政治限制的资产保护形式。当然啦，这片新大陆也不可能一片祥和，就跟所有的新边疆一样，随着越来越多的人涌入，新的风险也跟着来了。但对敏锐的观察者来说，风险本身往往就定义了下一波巨大的机会。随着轨道越来越拥挤，最大的风险就是所谓的凯斯勒现象，也就是失控的太空垃圾连锁碰撞。这可不是科幻电影的情节，这是真实的物理威胁。一旦被触发，每一块小碎片都可能摧毁价值数十亿美元的资产，让整片轨道在几十年内都无法使用，等于是经济上的瘫痪。而这张图呢，就完美呈现了非对称价值的另一面——防御性资产。那些提供太空交通管理、碎片清除、在轨卫星维修跟燃料加注服务的公司，他们正在为整个轨道经济体打造一条太空护城河。他们不是去轨道淘金的人，他们是卖铲子、卖保险、维护道路的人，是这场新淘金热里面最稳定的获利者。好，让我们来到最后一部分，看看这一切是怎么样汇总成一个市场的巨大误判。市场到底看错了什么？你看，大部分的人都还把太空经济当成是一种烧大钱的探险模式，觉得里面充满了不确定性，充满了投机。但真正的非对称洞察在哪里？就在于整个游戏的性质已经变了，核心已经从探险转变成了盖基础建设。这就好比大家还在看烟火表演，但聪明的人已经在旁边打地基盖高速公路了。那这给我们的启示是什么？很简单，聪明的资本不会去追逐那些昂贵又遥远的太空观光概念股，他们会去布局那些真正掌握轨道控制权的隐形供应链，还有那些正在定义在轨制造标准的先行者。在极限返航这2集的分析中，我们从地表的能源重估一路走到了轨道的数据主权。我们之所以要返航，正是为了积蓄力量，完成一次更远、更彻底的出发。这不是一次探险，这是人类文明的第2次资产重组。你要知道哦，能够看清物理边界的位移，你才能够掌握未来的价值起点。从地理大发现到数位网络，再到今天的轨道扩张，真正巨大的价值永远都诞生在边界被重新定义的那一刻。最后留给大家一个问题，好好想一想，下一次当你观看火箭发射的时候，你看到的究竟只是一次科技展示，还是一场正在我们头顶上方无声无息进行的领土划分战？